我的名字叫杨光。2008年，我有幸跟随许明堂教授学习意象医学。2011年进入北京库纳维尔医学研究院，开始培训与个案研究的工作，至今已经10年了。通过学习意象医学，我们认识到人体的生命模型是由精、气、神、物质、能量、信息3元素构成的。通过对人体生命模型的学习和使用，我们发现能量的改变是会迅速引发身体变化，而压力是让能量发生迅速变化的一个重要来源。通过意象手法调理，可以减去压力，治疗身体病症，让身体健康强壮。这就是今天我带来的报告内容：意象减压。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的身体每天会承受来自哪里的压力。大自然的气压。大自然的大气具有重量，并且向我们施加压力。这个现象非常明显，但却容易被我们忽略。事实上，当气压过低、过高或短时间内气压变化过大时，对人体的健康不利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人每天需要大约750毫克的氧气，其中20%为大脑耗用。当自然界气压下降的时候，大气中的氧分压、肺泡的氧分压和动脉血氧饱和度都随之下降，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生理反应。大脑缺氧会导致血氧饱和度降低，从而造成身体疾病的高发。以从低地登到高山为例，因为气压下降，机体为补偿缺氧，就加快呼吸及血液循环，出现呼吸急促、心率加快的现象。由于人体特别是脑缺氧，还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和无力等症状，神经系统也会发生障碍，甚至会发生肺水肿和昏迷，这就是通常说的高山反应。日本的医疗气象专家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，大多数肺结核患者病情加重时，有90%是在低压环流形势下发生的，有半数以上是在低压过境时发生的。而在高压环流形势下，支气管炎、小儿气喘病较容易发作。当高压环流移向日本时，日本的喘病患者开始增加。当高压通过时，发病人数便达到高峰值。待高压移出时，日本国内的喘病患者便显著减少。同时，气压的变化还会影响人的心理变化，使人产生压抑、郁闷的情绪。例如，低气压下的雨雪天气，尤其是夏季雷雨前的高温高湿天气，此时气压较低，心肺功能不好的人会异常难受，正常人也有一种抑郁不适之感，而这种憋气和压抑又会使人的植物神经趋向紧张，释放肾上腺素，引起血压上升、心跳加快、呼吸急促等。同时，皮质醇被分解出来，引起胃酸分泌过多，血管易发生梗塞，血糖值也可能急升。有学者对每月气压最低时段与死亡高峰进行了对比研究，结果发现89%的死亡高峰都出现在最低气压的时段内。请注意，当气压改变时，身体已有疾病的人，疾病现象会加重；没有疾病的人会有难受不适的感觉，而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难受不适开始的。我们不能改变大自然的气压，我们能用意象调理改变身体构造，提高解压的功能，去除症状和现象。2. 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压力。压力可以分为3种类型：正性压力、中性压力、负性压力。正性压力是有益的压力，产生于个体被激发和鼓舞的情景中，就像鼓励、夸奖、赞美、祝福等。中性压力是一些不会引发后续效应的感官刺激，它们无所谓好坏，比如看电影、听音乐、购物、旅游等。第3类是负性压力，即有害的压力，经常被简称为压力，比如工作业绩、考试成绩、资产负债、家庭关系、身体衰老、产生疾病等等。
负性压力又可以分为两类：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。前者来势汹汹，但迅速消退；后者出现的时候不甚强烈，但旷日持久。当压力增加，正性压力会逐渐转化为负性压力，绩效或健康状况随之下降，生病的危险加大。形成负性压力的环境、情境或刺激都被称作压力源，也就是制造和引发压力的东西。许多研究已经探明了压力源分别为生理性压力源、心理性压力源、社会性压力源、文化性压力源。在对压力源的反应被辨识之初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理方面，而当这一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了对压力和疾病关系的探讨时，就开始与其他一些领域有了重合，包括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物理学、健康学、临床医学等。而一度被认为是生理反应的现象，则被认为是一个包含了心理、生理、情绪、精神等多种成分的复杂的多面的整体的现象。具体表现为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、情绪健康、精神健康4个方面。心理健康指搜集、处理、回忆、交换信息的能力。暴露于压力之下，认知就会超负荷，决策和沟通必须的信息处理和记忆能力下降。身体健康则是主要的生理系统，如心血管系统、消化系统等，功能良好。如果无力恢复体内的平衡，会使多种器官组织受损，最终伤害到主要器官。情绪健康界定为充分感受和表达情绪情感的能力，且能控制它们，而非受制于它们。愤怒和恐惧这一系列的情绪积累起来会超出负荷，导致心理麻痹甚至抑郁。精神健康指的是在培养自我和他人关系时，高级意识的成熟过程、个人体系价值的发展以及有意义的生活目标。压力会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一系列障碍，使高层次的自我无法实现。压力无处不在，人类已经进入压力疾病时代，所以帮助人们有效的减压势在必行。减压已成为21世纪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。从以上内容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压力给身体造成疾病的原理。压力加诸于人体上，首先，身体内部气血流通的通道会受到挤压，那么本来狭窄的地方，气血的流通就会变得更慢，就像早晚高峰的堵车。每个人身体结构不一样，表现的症状也会不同。当压力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有感觉、有症状、有表现的。这些感觉、症状、表现，有的可以达到西医诊断标准。这个时候，西医会给西医体系内的病名，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冠心病等等；有的可以达到中医诊断标准，这里中医也会给出中医的病名，如肝气郁结、脾胃不和、肾气不足等；有的只是自身感觉到疼痛难受，却并不能被中西医诊断，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理解为情绪、压力、受寒等等。我们意象医学的诊疗方式就更直接有效，见象改象。从上述内容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疾病产生的最初原因是身体不能更好地承受压力，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生理反应。通过减压和改变身体构造，增强身体的解压功能，去除生理反应，我们的身体就不难受了，没有病了，而且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壮。为什么用意象手法调理可以减压？首先可以这样认识象，象是因为压力造成能量与物质信息的阻滞而形成的。那么用意象手法在体外用高压推动体内的低压，就可以迅速减压，改变身体症状。举个例子，肠胃系统的疾病有很多，只要不是肠胃穿孔，我们是都可以用意象手法调理的。首先，肠胃系统最根本的问题是受到压力之后蠕动变慢，我们身体的感觉一般都是食欲不振、腹部胀满，甚至会头晕恶心。我们用意象手法调理，拍、揉、颤、拍、抚，配合真言、通、化、
消、走、鸣等。在身体外部，通过意象手法加速体内肠胃的蠕动。身体是有记忆功能的，当我们反复多次的调理之后，蠕动的节律就会重新建立，肠胃的功能就会提升，疾病症状就会消失。同时，身体各处肌肉酸痛也是一样，受到外界压力之后，气血循环变慢。我们用意象手法配合真言调理，在身体外部通过意象调理加速体内气血流动，疼痛就会改变消失。这里分享一个案例。我母亲在2016年10月，眼睛有白内障要做手术，在我的分析建议下，她决定用我教给她的方法自我改变，结果4个月的时间，没有吃药，没有打针就康复了。我的分析是，首先年龄大了，眼球这个器官的内在压力变小了，眼球和眼球周围的肌肉组织弱化了，导致不能将眼内分泌物及时排出，滞留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上。其次，每天还在大量的用眼看书、看报、看手机、看电视等等。手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，同时在眼中植入假体，这样一来就更不能触动眼球，容易造成伤害。我的方法是随时用自己的眼皮反复用力挤压眼球数次，改变眼球内部的压力，加速眼球的代谢。随时用手挤压揉按眼球，每天不定时做，想起来就做，这是身体的本能。我们的眼睛看不清事物的时候，我们的双手就会做这个动作，多做几次可以产生更大的作用。第3点，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眼睛，再用凉毛巾冷敷，热胀冷缩的原理加速眼球运动。同样，很多眼睛的问题都可以这样解决。我们来看为什么叫意象手法减压，而不是按摩手法减压。第一，拍法。拍法的意象引发身体振动，全身细胞的振动，目的就是加速全身细胞的活跃度，加快它们的自我更新和新陈代谢。很多人担心衰老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不管你的寿命多长，你的身体某些器官其实只有几周甚至几天的时间。这是因为他们在不断自我更新的缘故。拍法的作用还有减压、排寒。身体内部之所以会产生难受的感觉，就是因为那个位置的压力造成气血阻滞。形成阻滞的原因有2：一就是寒凉过重，2就是通道狭窄僵化。通过拍加速振动，寒凉之气就会随着手掌的运动被带出体外，施术者和受术者都会有明显的感觉。部分身体不敏感者多做几次就会感觉到，振动过程中将狭窄僵化的通道变得有弹性，加速那里的气血迅速通过，难受的感觉很快就会消失。操作要领不是拍打，是震动。第一，要距离近且不用力，用的就是手掌加上手臂自身的重量，通过重力加速度产生作用。2，手指张开，让手掌与身体受力面积接触最大化，是实掌不是虚掌。我们要把里面的寒凉能量吸出来，实掌可以与皮肤完全贴合，形成真空。离开皮肤的时候，可以把寒凉吸出来，因为身体的能量循环是由内而外散发的。第3，拍的时候要通过手掌的触觉找到寒凉集中的位置，持续拍，将寒凉集中的位置拍散后再拍其他位置。第4，拍的时候不用2只手拍，用1只手拍，另一只手可以放在对方身体任意位置，一只手拍不动了，换另一只手继续拍。第5，注意上一点中我说的是拍不动了，而不是拍累了。这里面的意象就是我们的双手将里面的寒凉吸出来的过程，很多能量会传导到我们的手掌、手臂上。我们的手掌、手臂因为敏感，所以会觉得沉重、酸胀。这个过程就是在增强我们自身承载力的过程。通过面对这些能量的存在、运化、改变，我们自身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。2，揉法。我们在这里说明的更多的是我们在使用揉法的时候，你的意向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揉那个位置？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？
这才是我们使用揉法的意象，而不是看到老师这样揉，我也这样揉。首先，身体构造上除了脏器，剩下的我们可以分为2种组织形态：软组织和硬组织。硬组织是指骨骼，软组织是指人体的皮肤、皮下组织、肌肉、肌腱、韧带、关节囊、滑膜囊、神经、血管等。顾名思义，既然是软组织，首先就得软且有弹性，这样的手感才能称之为健康。通过手掌的触摸，很容易区分出软硬。我们能清楚地发现，身体的很多软组织都是硬的，特别是很多肌肉群。我们的身体即使没有那种健身式的锻炼，也会出现很多肌肉块。这些硬的肌肉块是怎么来的？它们对身体有什么影响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。每一天我们都在使用身体承载各种各样的压力，我们的身体就会紧张、僵硬、疲惫。这些状态看似好像休息一下就能解决，其实肌肉的紧张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。从我们是小孩子开始直立行走那一刻起，我们的腿部肌肉就开始紧张僵硬。每一次休息只是停止了紧张出现，但原有的紧张却没有消散。再者，寒凉，我们身体内外都有寒凉，寒凉具备冷冻凝结的功能，肌肉紧张僵硬，能量就会聚集在一起，寒凉开始凝聚。在解剖学里面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肌肉群里面的丰富血管，僵硬的肌肉群导致里面的血管弹性受限，血液循环变慢，血管自身的营养不能快速更新，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僵硬脆弱。血管里面的杂质也不易通过，容易形成血栓。通过手掌接触到这样形态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揉。很多人都会用力揉，以为用力揉就可以将僵硬的部位揉开。事实上是这样吗？我们的身体是有自我保护功能。我们的身体被触碰的时候，首先已经紧张僵硬的部位就会产生疼痛，疼痛就会让我们更紧张和抗拒。这些紧张和对抗随着力量的增加会越来越紧张，所以必须轻揉，而且揉的时候要一层一层的揉进去。皮、肉、筋、骨、脉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层面紧张僵硬，我们要揉到哪个层面，一层层的软化。软化和放松是我们的意象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推法、扶法、颤法我们就不做更多的讲解。我们用几句口诀总结了意象手法：颤腹拍后背，推胳膊揉腿，整体改造后通透如清水。意象手法妙，减压百病消。感恩许教授，修炼得大道。谢谢大家。